方，人风呼啸，对峙过命运惊涛。时间考验纷扰，我自横刀，和明天肝胆相照。是燃灯就必见星辰，是地狱就落地生根。数月过几千卷，不如人生里浮沉。 人间路，大雨倾盆，为此生，也为众生，席卷前程。我知道这断刀之法的事情有摄理皇子的身份，不得走漏。可人家毕竟是个姑娘啊，还是个这么好的姑娘，难道你要我严刑拷打、杀人灭口吗？ 我是说，不是，你先别说，你听我说。宋一听是谁？宋一听是宋一梦的妹妹。宋一梦的妹妹要是死了，她能不查吗？她能查不到是你黎16干的吗？所以我觉得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刀拿回来，而不是追究责任。明日就是3日之期的最后一天了，你非要在这个节点出手杀人吗？说完了。 我什么时候说要杀宋一听了？啊？还是说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草菅人命、无恶不作、十恶不赦的人？不是，这太常听宋一梦讲了，带跑偏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告诉你，丑话我说在前面，刀拿回来了，后续处理干净了，此事就这么过了。嗯。但如果刀拿不回来，又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？ 我是不对宋一听动手，但我可没保证不对你动手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，能把我从牢里捞出来，也能把我塞回去。你别担心，我今日已经激怒他了，明日我也不会再去见他，直到3日之期一到，我立刻上门要。等什么3日？明日就去。啊？哦，知道了。 不是你什么时候对一个女子如此上心呢？你该不会动心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就好。做哥哥的呢，跟你说一句，这儿女情长啊，英雄气短。哎，知道就好。我个废物，气更短。姑娘，谢谢吧，啊！就算你画再多幅，也改变不了李大侠的心意。我画这些画，不是为了送给他，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我到底有多蠢。还以为一颗真心掏出来，就一定会有结果。 他那天救我的模样，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想起一次，便画一次，其实3幅。我以为我是真的心动了。 多少幅画来想他，就得用多少幅画来忘记他。一幅
不行，就再撕一副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这些都是你的心血，别撕了，别撕了。只不过是个寻常男人，比起庞南，又有何不同？我宋一听绝不会为情所困。世有弱水3000，何必只取一瓢？这一大早的连吃2碗，哼，心情好胃口才会好。他这么开心，该不会是因为阿听吧？这菜咸了啊！咸菜能不咸吗？这么挑剔，难道是和阿听闹矛盾了？你不吃吗？不合胃口？还是说昨天你给我喂药，今天等着我喂你呢？我看就别了吧，免得再弄脏殿下您的衣服。你被母妃接入宫中已经1旬了，这次好不容易出来，怎么不回家看看？不想家人吗？这么快就想赶我走，这是着急想见阿听了吧？什么表情啊？哦，我只是突然在想，殿下怎么就突然关心起我的家人来了？你以后跟姑成婚了，你的家人不就是姑的家人吗？哼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对了，你那个妹妹可有心上人了？我听说她眼光很挑的，婚约迟迟都未定。她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这个死渣男，这么快就想下手了？你摔碗干嘛呀？怎么了？哎呦，不是殿下，我突然肚子疼。突然肚子疼？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肚子实在太疼了。殿下，您一个人慢慢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赶紧找太医看看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宋一梦搬到七皇子府了。还没成婚呢，就搬进人家府上去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？那一位行事惯常荒唐，何时在乎过体统？我还听说，他去医馆给七皇子买过那种药。真的假的？这是连廉耻都不要了。哎，听，你是最知道内幕的了，你快告诉我们，他们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听。听，怎么啦？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前些日子的雅剧，你也没来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可是身体不适，不是生病了吧？我知道，多日未见，相思成疾。听姑娘的病，姑最明白。18殿下，大家不必多礼。 18殿下来做什么？哎，啊，姑是来追求听姑娘的。听，18殿下是为你来的。听，你之前问姑的问题，姑已有了新答案。今日前来，是想当面告诉你，
18殿下有了什么答案？孤认为，婚姻之事乃两情相悦、性之所至。听听姑娘的才学品貌，皆是表象。孤真正喜欢的，是你的心。那殿下说说，在你眼中，我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不愿受世俗礼教之间，随意将自己托付一段姻缘；你不满父母所控，想要逃离世人口中命运二字；你拒绝他人示好追求，是因为觉得人人都只爱你的表象，却从来没有人真正问一句：你是什么人？可是听听啊，孤与旁人不同。孤之所以喜欢你，只因你是你。你爱吟诗作画，孤喜欢；你爱富丽繁华，孤喜欢；你是三教九流，孤喜欢；你是贩夫走卒，孤亦喜欢。听听，孤想娶你。从今往后，孤负责喜欢你，而你只用做好你自己。18殿下这是在求娶于你。听听，他说的不是你一直想听的吗？18殿下，请随我来。说，是谁教你的？无人相教，全是18殿下真心之言。听听，我毕竟也喜欢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总会有一些心得体会嘛。再说今日只不过就是情之所至，我一股脑全倒出来罢了。你这么怀疑我，我会伤心呢。真的？抱歉，是我多心了。白事。哎呀！哎！别！你干什么？别！我现在解释还来得及吗？放开！不，完了，这是，完了，完了。刘怀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说错了吗？他宋逸听明明就是想当皇子妃的，可他偏要拿强，让18殿下对他3请4催，欲拒还迎成他这样的，任谁也自愧不如啊。婷婷不是那样的人，那是他会装，表面上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可满京城待字闺中的女儿家里，就属他最会在男子面前引人注目，否则怎么会被18殿下看上？刘怀疑，你在背后说姐妹，算什么朋友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大家这么多年的姐妹，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，不值得。咱们拿她宋逸听当姐妹，人家可未必这么想。这么多年了，她眼睛长头顶上，可曾看得上过咱们中的谁？死烂你的嘴！你什么你？最不争气的就是你了，贾如若，成日里追在宋逸听屁股后面，跟一身虫似的，却什么也不明白。今日这一出，分明是他宋逸听提前策划好的。人前姐姐妹妹，人后两面3刀。刘姑娘，不愧是大家闺秀啊！什么人？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姐妹之事，确实轮不到在下来智慧。只是我以为，与人相交，
以诚为贵。他为了今日相聚，心依赏心守势的备着，这份情谊，就算诸位做不到同等回报，也不该是真心如草芥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又一个来帮他说话的，一面是皇子，一面是像你这样装神弄鬼之人。宋一听果然好本事，真是什么男人都能勾引到。没事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只是一位路见不平的陌生人罢了。你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哇哇叫。大侠，你要不要进来喝杯茶，歇歇脚呀？大侠为何还是来了？路过而已。满京城天高地远任你去，偏偏路过我这里。路过就路过，还要上赶着管我的闲事。好歹相识一场，维护你几句也是应该的。何况他们在背后这么说你，的确太过分了。我说的是18殿下。18殿下说的那些话，是你教他的吧？你明明很了解我，却又故意激怒我，把我推开，是为什么？了解你和喜欢你是两件事。你是我遇过最特别、最美好的姑娘，就算我不喜欢你，你也值得被欣赏、被善待。你撒谎！你方才说与人相交以诚为贵，那么李石榴，请你诚实的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对我动过心？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！李石榴从未对你动心。你再说一次！不管说多少次都一样。李石榴从未对你动心，所以你就把我推给18殿下，趁我被你弃之敝履时，让他来到我身边。你看错我了，我宋一听不是这样输不起的人。我只是觉得我伤害了你。若此时有个真心待你的人在你身边，你会好受一些。你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只不过是想让自己好受一些。我在你眼里，只不过是一件衣裳，一样首饰。可就算你不喜欢，又凭什么推给旁人？我绝没有这么想。李石榴，你好为人师，但你不配。你教旁人，婚姻是两情相悦、性之所至，可你自己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情。你教别人，勿待真心如草芥，可你压根儿就没有心。以前我喜欢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与旁人不同。可以后，我不会再喜欢你了，是因为你比旁人更让我瞧不起。对不起。用不着。明日午时，城外紫荆阁，你要的东西我还你。我的画也烦请大侠拿回来，别脏了我的东西。他们才是一对儿。那姑呢？姑算什么？拿了黎大侠的小抄，表白魏国的笑话。胡说！那肯定是那个李石榴，他故意上来耍我，好让我在天天面前出丑，为他做嫁衣。姑是大敬祥瑞，怎受得如此委屈？你等着吧，姑一定要向天天证明，他李石榴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野？嗯，我说野了吗？嗯。爹。夫人，你最好跟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的画像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宋一婷怎么了？梦儿啊，啊？有些事儿啊，爹本不敢让你操心，可是阿婷不知最近怎么了，喜欢上什么人了，也不听他娘的话去嫁给18皇子，家里闹得乌烟瘴气。完了完了，这是已经喜欢上了。爹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管到底。老大，宋姑娘到了。今天怎么想着来找我了？李大侠，这回你真得帮帮我，求你了。说不说？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奴婢真的不知道。好，他若不说，这条贱命我就不留了。给我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娘，给我住手！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问我干什么？我倒要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听门房说，你整日叫车，就是为了出去跟男人私会。我养你这么大，就是为了让你自甘下贱，去和那些下三滥交往的吗？我与他发乎情，止于礼，他也不是你口中说的下三滥。发乎情？你既然能够讲出如此不守礼数的话，你是要把我气死吗？什么叫做礼数？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去那些望族公子面前招摇就是礼数。如果今天换成18殿下，别说是私会，就算是无美苟合，你也会在祖宗面前烧高香，恨不得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。你是想气死我吗？要知道，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传出去的话，那你的名节可就都毁了。名节如枷锁，弃之如敝履。山南，我们走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知道，这件事情听起来是挺离谱的，但是我上回跟你玉渊大火那事儿不一样发生了吗？南恒眼下就是要对宋一听下手。哎呀，李大侠，你真得帮帮我，要不然阿听就完了。这凡事得讲证据吧？啊，这据我所知，南恒绝对不会跟宋一听有任何的。总之，这一定是误会。哎呀，误会什么呀误会？这男女之事上，你懂得能有我多吗？哎呀，李大侠，你现在就不要跟我争论这些了，行不行？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是不是有所企图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比如南恒看阿听，一定就是心怀不轨；大侠你看我，那肯定就是姐妹情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现在你相信我喜欢女人了吧？所以，你刚刚是在亲我？你还不信？
现在信了吧？所以，我不想再从你嘴里听到什么姐妹之言了。你不是说，你比我更懂男女之情吗？那你说，你我现在这样，算什么？三。嘣嘣嘣嘣，嘣嘣嘣嘣嘣，啊？嘣嘣嘣嘣。她不是姐妹，她不是姐妹。不过，哪有人戴着面具亲恋？哎，老大可以啊，真把大嫂亲了。有本事摘了面具亲。怎么，一个人喝闷酒呢？阿虎已经把这几日的事跟我说了。怎么，怪我又把事办砸了？来啊！动心了？嗯？数日前我还笑话你呢，说宋一梦是你失魂落魄的，风水轮流转。这才几日啊！现在看戏的变成你了，而演戏的变成我了。你的那点破事儿还不值得我大费周章来看。但问题是，你既然喜欢人家，就把她追回来啊，在这惆怅什么呢？然后呢？我跟他双宿双飞吗？还是有朝一日我的身份暴露了，连带整个残江月，还有他全部搅入其中吗？别太高估自己，行不行？我这残江月还需要你来考虑啊。也是，我是没什么资格高估自己，我也没忘。你和我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也对。还记得3年前的我吗？3年前，江南名侠上官白鹤嘛，雅号白鹤大侠。半月之内，连犯10余起盗窃大案，我带着2000玄甲军呐，倾3州6城之力，都没抓住你。不过后来你还是因为被朋友背叛，才暴露了行踪。当年白鹤信错了人，身陷囹圄，在劫难逃，唯有断翅求生。哦，你这是怪我呢？怪我折了你的羽翼，把你困在这小小的残江月中。对，我恨透了你堂堂七殿下，让我求死不能。刑部批文已经下来了，判了斩立决，明日就会行刑。7日了，你日日都来，可否给将死之人1日的清静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会想方设法活着出去，去看看为了2000斤就能坑害同伴人的血是什么颜色的。你口中坑害同伴之人，是仇人，也是朋友。你的仇人陷害了你，将你出卖，独享富贵，你还把他当作朋友，你死得不冤呢。
像你这种人啊，生来尊贵，他与我们从前过的是何等的日子，你不会明白的。马革裹尸，刀口舔血，将后背交给同袍。姑相信你说的以前，不会比这难上多少。姑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命还在。人要是活着，就该珍惜每一日的朝夕。朋友没了不要便是，前路没了砍山为敬。可若是命没了，那才是真的到头了呢。哎，进狐棚。好，敬狗友。心如木石，绝情寡义，口是心非。不过我没想到你也会为情所困呐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论为情所困，大当家才是个中翘楚，我不及你1/1000。那关键我可没有把自己的心上人往别人怀里推啊。更何况人家姑娘根本就不喜欢南蕊，你还以为你在成人之美呢？阿虎这个碎嘴子，什么都往外说。跟人阿虎有什么关系啊？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不仅把事儿搞砸了，还伤了人家姑娘的心。我本是一个早该死的囚犯了，绝无可能爱上官家姑娘。大当家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明不明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宋逸听他明白吗？他明不明白不重要，因为他喜欢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我。那你就告诉他，面具之下真正的你是怎样的。那若是宋一梦知道面具之下真正的你是怎么样，他作何感想？你看吧。哎呀，黎16这身衣裳，还真是害人不浅啊！你现在心中所有的郁结，都是因宋逸听而起，那倒不如就把他约出来，把心中所想尽数跟他说清楚，这样，以后也不会留有遗憾嘛。我若是不想去呢？不想去啊，那你这只上官白鹤就会困于心牢，只剩上官了。明日午时，黎16的衣裳，再借我穿一次吧。这就对了。来，明儿呢，你把千羽斩月刀，还有没丢了心的你，一同给我带回来，听见没有？来，马到成功。姑娘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大意了，这才被夫人发现。不重要了，反正他也不会同我在一起。他宁愿把我推给别人，也不愿意说一次动心。在他眼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既然你都看这么明白了，那为什么非得喜欢他呀？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不用旁人来讲些大道理。若你是帮爹娘来当说客的，就请回吧。宋逸听，你这个人一向最有主见了，你为什么要去喜欢他那样的人呢？他是什么人啊？心思深沉，行事隐秘，他背后藏着多少龌龊的秘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心思深沉，行事隐秘，
可若非早些年间尝遍人生疾苦，自保谋生，又何苦如此？行，你可以不介意这些，但你知道他接近你是另有所图吗？我自然知道。若非为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他也不会答应同我见面。你都知道了，你还要被他所利用？利刃在手，或为杀戮，或为救世。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哎呦，什么救世啊！你不要被他这些歪理邪说所哄骗，好不好？撕开这个人的面具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魔头。谁又不是以面具示人呢？在这京城，哪里不是蝇营狗苟，追逐名利之辈？又有哪个人会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？反倒是他，活得恣意真实，无所拘束。哎呀，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了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，姑奶奶？你别跟他搅在一起了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可以喜欢上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他不可以。为何不能是他？就因为他不是18皇子，便不值得被爱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何要劝我？又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干涉我的人生？宋一婷，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你跟他在一起真的会有危险。我要睡觉了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宋一婷，你会死的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彪哥，哎，彪哥，彪哥，彪哥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天大的事儿啊！殿下莫急，慢慢说。不是，哎，昨日孤瞧见这个婷婷和李石头他们2人在一块儿，而且看起来2人的关系匪浅，所以说我马上就派人调查了一下这个藏头露尾的黎石榴。此人我早就查过了，过往干净，没有任何古怪。是啊，我这不才发现吗？但是我不甘心呐，所以说我就查了一下他身边的人。你猜我发现什么了？他，来，他身边有一个叫上官鹤的，那是陶虞的4囚。给我仔细搜。是。走。是。谁敢？楚将军这一大早火气还真是大呀，还带着千羽军来，想干什么呀？在下今日并非是来找阁下麻烦的，而是为了他。敢问楚大人，找在下何事啊3年前，江南道白鹤大侠身犯重案，诈死潜逃，还要我再多说吗？荣华，慢着！我残江月虽说是一群江湖草莽，但也不是仅凭你3言2语就能把人带走的。李石榴，京兆府办案，岂容你再次阻挠？京兆府又如何？今日我不点头，你谁也带不走。倘若我今日一定要带走他呢？你大可以试试。
城市萦绕，多少凄冷迷雾。你我宿命交错纠缠成熟，听风在耳畔倾诉黑夜的企图，眼眸守于乱日出，何时有归途？岁月风声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。幻化一瞬息，似梦若即若离，爱恨怎能藏匿？岁月风声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浮生故不为因，改换一注定。若与天为敌，如何改写结局？尽在咫尺依然有你。岁月风声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。幻化一瞬息。